大家好，今日係2026年嘅6月9日啊。我幾年前發明咗個概念啦，叫偉哥效應。偉哥效應係咩意思呢？即係咧，你身體本身係虛嘅，係唔得嘅。咁啊，透過食偉哥咧，令到你重振雄風啦。咁但係問題，基本因素唔解決咧，偉哥咧，你唔食一下半下咧，你就突然間就唔得起上嚟噶咯。你就要長期依賴呢個藥物噶咯。呢種叫偉哥效應。所以關鍵咧，搞好經濟都要實體經濟做起。咁嗰啲虛火咧，佢係有用嘅，咁但係始終係會有依賴性喺裏邊噶嘛。基礎因素一改變咗咧，呢個偉哥唔再供應嘅話咧，咁你就唔得噶咯。香港嘅經濟就係咁樣嘅，而家咧市面上嘅鋪頭咧都執笠啦，執笠潮啦。呢個嘅寫字樓嘅空置咧仍然係冇改善。咁做飲食嘅就因為大灣區一體化啊嘛，啲人喺北上啦，整車嘅而家車房冇得做咯，香港牙醫啊。收入可能大不如前喎，啲人就翻去整牙噶咯，睇醫生噶咯，各行各業咧都北上啦。咁所以香港嘅實體經濟咧就會隨住大灣區嘅融合咧係會消磨嘅。咁但係咧，即係佢一方面就死咗一啲，另外一方面就生咗一啲喎，就係咩咧？過去咧有三大偉哥喺2024年嘅時候咧，香港股市跌到谷底16000點，但係咧中央喺嗰個時候咧就大規模咧放水啊。就係隻眼開隻眼閉，令到咧有三大嘅資金咧湧咗入嚟香港。邊三大資金啊？分別係保險業一年咧2024年啊就係有628億嘅保險咧係內地客承做嘅。然後咧樓市啦，樓市咧係今年咧突然間咧升咗8%啊，頭4個月升咗5.7%，以去年最低位計咧就升咗9%。咁啊高盛咧仲會估咧今年咧 total 係升15%喎，唱得好好喎。個原因係咩？就係因為大陸嘅資金源源不絕嚟咗香港。喺2025年，彭博社就計算咗咧，利用中央嘅數據計算噶，就係走資去到歷史新高$10,000咧，係走出咗中國。其中咧相當大部分係經香港嘅，經香港咧就係三大啦，就保險業，然後咧就係呢個嘅離岸投資，買美股同埋買港股，尤其是係買美股，美股大漲啊嘛。咁所以咧買樓三樣嘢。咁而家高盛就話唔係喎。而家咧大陸咧就打擊呢個嘅非法走資喎。嗱，走資一定係非法㗎，中國係有呢個嘅外匯管制㗎嘛。咁但係過去2年咧，似乎就隻眼開隻眼閉。呢個咧就係好典型啦。我哋翻到核心 theory， 中央嘅 theory 就係咧一管就死，一死就放，放完就刪，刪完再管，再管又死，死完又放，放完又刪，刪完再死。呢個就係咧循環不息啊嘛。即係咧，佢係要呢個叫帝王之術。佢發覺香港死噶咯，2024年嘅時候，呢個恒指跌到去16000點，股市係死寂嘅 ，IPO 咧嗰啲係好慘淡，然後咧樓市係崩潰咗，然後呢個嘅賣地，政府收入大減，佢又發覺香港嗰個時候唔掂，佢就咧隻眼開隻眼閉，讓三大資金流離香港。咁呢三大資金流離香港咧，對中央梗係有打擊嘅，因為1萬億美元，佢流嚟香港嘅係中轉啦，大部分都係其實去美國去海外多嘅。咁你係變成咗中美貿易戰嘅情況底下咧，資助咗敵人，你令到中國嘅實體經濟係掏空咗1萬億美元啊！話多唔多，話少唔少，1萬億美元係可估計嘅，未可估計嗰啲地下資金咧仲不得了啊嘛！咁所以咧，中央就覺得要係時候出手啦。今年咧就打擊咗三大券商，突然間5月嘅裏邊咧，老虎、富途、長橋打擊佢哋，就唔俾佢哋咧幫啲客戶咧非法走資，結果恒生指數應聲下跌。呢個恒生指數跌得幾犀利咧？喺過去幾個禮拜啫嘛，幾個禮拜咧，你又發現咧由即係高位咧26000-7000點嘅時候咧，而家又跌翻到24000點喎。咁啊，見到跌得咁勁咧，尋日又有消息啦。尋日咧，中證監就話：放心，唔會咧清你哋倉嘅，淨係啲違規經營嘅券商先會打擊嘅啫。以往開咗戶嗰啲人咧唔受影響嘅。咁啊，長橋老虎富途嗰啲人咧，只係2年內就要你清倉，唔會即時凍結你嘅資金。咁你希望穩定市場嘅信心啦。咁但係而家就證明到咧，中央打擊走資個決心都係強大。咁如果打擊走資嘅決心咁強大嘅時候咧，第一波就係頭先所講啦，就係呢個嘅中證監。咁下一波係咩咧？下一波可以預計，其實就係下一波就係保險業，因為保險業咧涉及嘅資金咧都相當之多嘅。咁所以啦，唔好心存僥倖啊！
過去做保險咧2-3年可能發咗大達啦，喂啲資金幾百億咁流落嚟嗰香港保險經紀度，咁咧但係問題而家見到咁嚴重嘅情況，佢一定會收緊嘅。咁下一步第3步咧就係香港嘅樓市啦。香港嘅樓市咧一定係會受到呢個影響嘅。個原因係點解咧？你睇睇香港嘅樓市而家係幾依賴大陸人啦。呢個咧就叫黏魚效應啦。而家咧中證監咧，喂同埋呢個嘅港交所以及呢個香港證監會就係約咗好多券商，亦都咧同銀行咧係講話要限制佢哋開投資戶口要做更多嘅聲明咁呢個保險咧，你見到咧2024年咧，喂係600幾億啦，佔成個香港28.6億嘅保險業務，呢個係犀利啦。2025年咧繼續再有增長，咁但係咧呢個嘅保險咧大部分係買咩？終身人壽，危疾咧只係佔28%，醫療只係佔5%，即係危疾醫療其實相對少喎。個原因就係因為佢哋嚟香港買保險咧，大部分咧其實係作為儲蓄嘅資產轉移嘅，60%係終身人壽。喂，大家知道其實人壽係冇乜實際意義嘅嘢嚟噶嘛即係譬如話有錢一個有錢佬咁喂佢買人壽個目的就係希望咩？理論上客觀上就係咁嘅，就話我驚咧我自己咧就有時死咗之後，我係家庭收入支柱啊嘛，我買一份人壽就喺我死咗之後咧，我屋企人咧可以獲得一定嘅賠償，然後繼續維持個生活。但係有錢佬係冇呢個問題噶嘛，有錢佬買人壽，即係佢已經好多錢噶啦，佢個屋企人嘅本身應該唔愁唔憂嘅，佢仲有公司，仲有其他股票物業。其實買人壽係愛嚟走資避稅嘅即係去一啲低稅嘅國家買人壽，免稅嘅國家買人壽，其實就係逃避嗰個稅收嘅問題。咁嚟香港買人壽咧就有特別啦，因為大陸有資金管制，所以佢嚟香港買人壽咧係美元掛鈎嘅，對沖咗人民幣嘅風險。有啲人覺得揸住人民幣唔放心對沖咗風險。第二咧就係咧啲錢留喺大陸咧使得唔夠過癮咁擺喺海外可能會過癮啲。第三咧就係咧逃避政治風險，所以咧呢個係嚟香港買人壽咧，呢個完完全全咧係一個走資嘅行為嚟嘅咁中央知唔知？中央當然知啦。喂，但係過去咁多年咧就隻眼開隻眼閉啊嘛，而家呢一刻咧因為走資去到歷史嘅高峰，佢唔可以隻眼開隻眼閉，佢點都要打擊一啲嘅。打擊完唔代表唔放打擊完咧可能早晚都會放嘅，但係咧佢始終咧需要係令到啲資金流翻去大陸，支撐而家大陸嘅實體經濟。你睇下大陸而家嗰啲嘅外賣員去到4000萬人4000萬人做外賣，即係個失業率好高。佢公開表示嘅失業率係5.3%，但係呢個係城鎮失業率。城鎮失業率嘅意思係咩？就係翻咗農村啲人就唔計數咯，做一個禮拜做1個鐘頭抖音嘅冇收入嘅，就唔計數咯。咁所以佢係咪都唔計數嘅情況底下咧，佢一定要限制走資。咁而家對香港嘅樓市係點咧？香港嘅樓市突然間升得咁高咧，係同呢個大陸買家有關係。大陸買家咧嚟香港買樓咧佔咗27%，但係咧佢哋嘅資金咧佔咗40%，所以今年嘅樓市咧升咗8-9%啦。其實同大陸買家咧係息息相關嘅咁但係咧你發現咧大陸買家買樓咧，佢哋好多係 cash buy，即係用現金去買嘅。第一，第二咧就係咧成層去買嘅。咁呢啲都唔係投資，唔係純粹投資行為，係走資嘅行為嚟香港買一層樓，然後再賣出去，然後攞住啲資金再喺海外度就係寄存，再喺海外度生活，即係呢個反美是工作，留美是生活。咁而家去美國難啲啦，嚟香港攞個新香港人嘅身份，再跳板去其他國家都唔係冇機會啊嘛。咁所以走資嘅本質就係咧，人唔走，錢都走。而家大陸就話人唔走，錢都唔俾走。咁所以變成咗咧，過去樓市升係一條黏魚，就係大陸嘅買家係黏魚。黏魚效應係咩意思啊？就係追住前面啲魚不斷咧，令到前面啲魚游快啲啊嘛。好多香港嘅買家咧就係見到哇，樓價突然間升喎，因為過去嗰幾年咧樓價你 expected 咧佢不斷跌嘅，就算唔跌咧都維持低位。但係咧突然間你見到樓市向上升，因為啲大陸買家嚟買 cash buyer 有議價能力加上咧租金升緊，因為其實過去幾年租金一直升緊嘅因為人口增加咗噶嘛，香港大量嘅外勞專才入咗嚟噶嘛。咁所以咧，啲黏魚就追住香港嘅買家。香港買家覺得我今日唔買，聽日買，聽日買會貴啲，所以佢而家又買。所以27%嘅大陸買家佔咗40% 嘅金額，最後就推高埋，剩翻70% 嘅香港買家入市。呢個就係香港樓價升值之謎啊嘛。
嚇。咁但係咧佢係偉哥嚟嘅，呢個偉哥就係中央俾嘅，中央可以俾可以唔俾。咁你諗下習近平會唔會容許呢個樓市繼續上漲啦？習近平一直講話咩？房住不炒。而家大陸嘅買家嚟到好多係炒嘅，佢買一層嘅單位喎，啲新樓盤嚇斷層數計嘅喎。咁佢哋係第一個本質係走資，第二個本質係炒樓。習近平係一直反對喎，所以你見到中央其實喺大陸嘅樓市，佢有好多辦法可以救市噶，暴力救市啊，但係佢冇咁做，就係因為習近平係唔希望見到個樓市咧係急速上漲，好似過去嗰10幾年咁啊嘛。呢個係佢嘅思想，佢核心嘅思想精神嚟噶嘛。咁當然啦，退一步講咧，大陸嘅樓咧冧咗咧，恒大啊、碧桂園啊，佢哋嗰啲受到重挫咧，市場信心都受到打擊啦。啲人覺得喂，即使個政策扶持抬一抬，咁好可能你第二日又暴力鎮壓噶咯，暴力鎮壓佢又會冧噶咯。所以有啲投資者係謹慎咗，呢個係事實嚟嘅嚇。咁但係咧，始終習近平嘅思想就唔希望個樓價上漲啊嘛。而中央無論當年嘅溫家寶，去到李克強，去到而家，都係一直認為香港嘅社會動亂呢係年輕人上唔到樓啊！年輕人上唔到樓就係因為樓價太貴，脫離現實啊嘛。所以香港嘅樓，高盛話今年會升15%，我唔知會唔會。如果會，佢真係認為中央係揸流灘，即係打擊走資不力嚇。如果會，即係認為習近平嘅思想唔能夠貫徹落實到底。如果會，即係中央嗰個對港嘅判斷係錯誤嘅。咁呢個就係高盛即係估15%啦。咁可能短期會升啦，咁但係長期嚟講咧，你諗下啦，仲有呢個嘅大灣區一體化。咁大灣區一體化仲有呢個北部大都會嗰度數以10萬個單位會落成嘅。咁有咁多個供應嘅情況底下，如果咧你嘅走資潮係繼續咧，多幾廿萬個供應冇問題嘅，走資係可以消化到嘅。大陸有咁多億人口，10幾億人口，中產階級有幾千萬人，咁你喂落幾廿萬人嚟唔係咩大數目啊？咁但係問題就係前提你要信任中央政府係會漠視走資呢一個需求，漠視走資呢個壓力，繼續容許走資，即係你要咁諗先得㗎。否則嘅話呢，就唔係嘅，否則嘅話呢，中央呢會嚴厲打擊走資嘅情況底下呢，港樓、港股同港保險呢好難可以持續。咁但係你翻核心頭先我所講呢個就係偉哥效應，佢係靠谷嘅，一停咗呢，佢就會墮下嘅。咁當然一墮下，中央見到香港死得咁慘，佢又再醒多一兩粒偉哥俾你彈嘅。呢個就係過去幾年香港點解突然間死而復生，生完又死嗰個根結嘅原因啦。咁唔知大家同唔同意啊？咁唔好再話我點解話香港走咗啦，唔關你事，我仲有 MPF 未攞噶嘛，係咪啊？我一日 MPF 未攞，或者攞唔到，或者好多可能性，我都仲要講港股喎，仲要講香港樓市喎。呢個同我息息相關噶咁我嘅積蓄嚟噶嘛，我嘅投資嚟噶嘛，我喺香港打工所獲得嘅資產嚟噶嘛，好嘛？今日講到呢度啦，希望大家喜歡啦。或者你可以親身分享下你對香港樓市、股市、保險業嘅睇法俾我聽，好嘛？多謝大家。咁即係講起保險、樓市呢個咧，真係嬲嬲地啦，就係講起 Uber 啦。即係香港而家嘅基礎因素肯定係唔好啦，唔好啲人餐飲業俾人裁出嚟，咁可以去轉做 Uber 啊啲人。但係而家 Uber 都係得翻1萬個牌照，而1萬牌照唔係真係俾 Uber，可能仲有高德滴滴嗰啲嘅喎。咁明明有3萬幾個 Uber 從業員，政府突然間話發牌俾1萬個，其實就要保護香港嘅的士牌照啦。呢個就係香港政府嗰個 logic 咯，你就永遠理解唔到佢嘅咯。咁今年即係因為股票印花稅升咗，因為呢個嘅物業印花稅升咗，所以財赤好似舒緩咗啲。但係香港嘅結構性財赤冇改善到，賣地收益仍然係低迷喎。咁所以仲係要增加開支，仲係要增加公務員開支喎。咁所以呢個都係吹佢哋唔脹。好啦 ，anyway 今日講到呢度啦，多謝大家。再 Patreon 同埋再 YouTube Members 裏邊有獨家內容，知識有價，拜拜。